阿南德手里拿着2026年的星盘，神情却和以往大不一样。过去他谈中国，常常提到危机、地缘政治风险、地震、瘟疫，可这一次他却连续用了好几个让观众意外的词：繁荣、韧性、东移、重心。更让人坐不住的是，他几乎是亲口推翻了自己过去的某些判断，当着镜头说，网络上有人传我说过中国要崩溃，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也没有在星象里看到任何显示中国会崩溃的组合，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这句话一出，整个简体中文的预言圈瞬间静了3秒，然后炸成了烟火。要知道，从2019年那个关于瘟疫的视频开始，阿南德一直被外界当成中国的乌鸦嘴，每次他开口，网友都默默把窗户关上，把口罩戴紧。可这一次，这位印度小神童似乎彻底改口了，他不仅不说中国会倒，反而把眼光放得很远很远，远到让很多人怀疑自己耳朵有问题。他说2033年之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再到2050到2060年那段时间，中国还会和印度轮流称霸，形成2强并立的格局。换句话说，在他的吠陀星盘里，中国接下来不但不会垮，还要一路冲上世界的最高处。可是先别急着鼓掌，如果你以为阿南德这次就只是要给中国送掌声，那你恐怕只看了预言的前半段。在同一支访谈影片里，他话锋一转，把温度从春天直接降到了寒冬。他说2026年将是一个40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历史转折点，整个人类正站在一道从未踩过的门槛上，而中国刚好处在这道门槛最危险的位置之一。在迈向第一的这条路上，中国要先穿过一场非常猛烈的风暴。这场风暴包含什么？他用占星师那种冷静到让人发毛的语气说，中国西北地区或东北地区有可能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恐怖袭击式的冲击不能排除。中国内部也可能出现一种被外界形容为内战边缘的剧烈震荡，南海将迎来最危险的时刻。而2026年的4月下半、7月24日前后、11月中旬是3个全球都要绷紧神经的关键时段。把这些片段拼在一起，你才看得懂他这次预言真正的味道。中国不会倒，但中国会在最痛苦的烈火里重塑。世界的中心会东移，但东移之前要先经历一轮刻骨铭心的清算。今天我们就把阿南德这次的转口从头到尾，从内到外给大家梳理清楚，再把他和帕克、88万家几位老朋友的2026预言放在一起对比，看看这个被很多人形容为400年大关口的年份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剧本。先从最让人意外的那一点说起，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话放在2020年以前可能会被笑成中文网络上最普通的口号，可是放在2026年由一位印度的吠陀占星师亲口说出来，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阿南德这次梳理的逻辑非常清楚，他不从政治，不从意识形态出发，他从一个叫做木星土星大合相的天文周期切入。每隔大约20年，木星和土星会在天空中完成一次合相，而每隔大约400年，这个合相会落在同一个元素的星座里，形成一个更大的循环。上一次这种400年级别的转折发生在17世纪初，当时西欧诸国的扩张正式启动，全球开始从亚洲为主的旧世界过渡到以欧美为主的新秩序。那一次大合相对应的事件包括股票市场的诞生、英和东印度公司的崛起、清王朝的入关。再往前推一个400年周期，是1206年前后，那时候成吉思汗刚刚统一蒙古高原，黑死病的种子正在草原与丝路之间悄悄酝酿，旧的欧亚秩序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旋风彻底打散。而2020年12月，这个400年级别的合相再次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它落在了与之前完全相反的另一个元素里。这意味着什么？用阿南德自己的话说，意味着西方400年的繁荣周期走到了尽头，全球经济与权力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两岸缓慢但坚定地往东移。先是俄罗斯，然后是亚洲东部，再然后是印度，最后甚至会延伸到非洲。在这条漫长的东移路线上，中国虽然要先穿过2026年到2033年这段最动荡的时期，但只要熬过去，
就会迎来自己的繁荣窗口。从2033年起，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位置会逐渐超过美国，到2050年前后，中国甚至会与印度形成双强格局。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胜利，而是整个东方世界的回归。所以你看，阿南德这次的口风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转了立场，而是把镜头从近景拉到了远景。近景里，中国满身伤痕，内外交困；远景里，中国正在从一个制造业大国慢慢变成一个全球秩序的重新塑造者。这种双镜头的视角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他过去谈中国总是坏消息，但这一次又说中国不但不会倒，还会更强。因为在他看来，痛苦和崛起从来不是矛盾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二个阶段。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火的瓷器是烧不出深红色釉的，一个从来没有走过悬崖的民族也是站不上世界之巅的。中国要拿下2033年之后那个位置，就必须付出2026年到2032年这6-7年的代价。这是阿南德整套预言里最核心的因果链。那么问题就来了，崛起之前的这道坎到底有多大？这就要进到他预言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部分。阿南德在莫斯科的那场分析中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时刻，其重要性可以和2020年、2022年、2025年并列。注意，他把2020年的疫情、2022年的俄乌战争、2025年的某些事件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意思非常明确。这几个年份共同标志着旧世界的彻底结束，新时代的正式开启。如果你还记得2020年初那种仿佛全世界一夜间被按下暂停键的感觉，那你大概能想象他口中的转折是什么级别。针对2026年，他点明了4个高风险地区：中国、菲律宾、北韩、日本。中国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因为它同时也是后续取代美国的那个主角。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中国要爬到那个位置，所以他在2026年要承受别人不需要承受的考验。在这条考验清单里，最先被摆上来的是西北和东北2个地区。阿南德说，从星象上看，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已经有10多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紧张局势，可是2026年的星盘里，那一块安静的版图出现了一个被重新触发的讯号。他用了一个很冷静的词：恐怖袭击或其他重大安全事件为什么是西北和东北？在他的吠陀地理占星里，这2个方向对应的是火星与罗喉的特定组合，而这种组合在历史上多次和边疆冲突、民族问题、宗教激进化挂钩。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苏联与中国在东北边境多次擦枪走火，珍宝岛事件就是那个年代的标志。从更早的历史看，西北一直是中亚势力与中原王朝交汇的火药桶，唐朝的安史之乱、清代的回民起义都和这条地理走廊上的能量积累分不开。如果星象压力真的在2026年落到这2个方向，那么安全防线会比平常承受多得多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特别点名提醒。但他没有把话说死，他说这只是星象上的可能性，并不是100%会发生。他做预言的目的是让社会提前做好准备，这也是阿南德这几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方法论。预测不是宿命，而是预警。准备的越充分，事件带来的冲击就越小，甚至有可能化解于无形。对这条讯息，全球的安全圈、智库圈普遍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要知道，新疆和东北2个地区刚好分别连接着中亚与朝鲜半岛2个火药桶，任何一个区域有风吹草动，都会让整盘棋乱掉。对于那些长期观察边境舆情的人来说，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初，相关地区的人事调动、军事部署、边防加强，本身就在无声地佐证着阿南德星盘上看到的那条线。接下来是更敏感的部分，内部震荡。阿南德没有直接用内战这2个字，但他在描述中国2026年局势时，用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说法。他说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可能性面临重大问题。这个说法在简体中文圈被翻译成各种版本，从党内斗争到军方异动，从派系角力到地方失控，每一种解读都自带硝烟味。而很多人之所以对这条预言特别敏感，是因为就在2026年的1月，
中国军方确实爆出了一轮极为罕见的人事地震，多位被视为核心军头的人物在同一时间段被宣布调查。这场震荡在海外舆论场掀起的浪头，几乎可以用惊涛骇浪来形容。一些评论员直接抛出了内战这样的字眼，认为中国正在走进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北京周边的部队调动，一些省份高速公路出现的不寻常管制，网络上各种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叠加在一起，让整个1月底到2月的中国政治气氛变得异常凝重。阿南德在他自己的访谈里对这种内部震荡的解读更为宏观。他说，每一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木星土星周期，中国的历史节奏与这个周期的对应度极高，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从唐到宋，从明到清，每一次大转折几乎都对应着一次合相。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动荡激烈，但韧性极强，也就是说，每一次大震荡结束后，中国都会以一个全新的样貌站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他坚信中国不会崩溃的根本原因。崩溃的是一个又一个王朝，是一套又一套旧体制，但作为文明的中国，每一次都能在废墟上长出新的形状。秦末汉初的那场大乱，最后孕育出了延续400年的汉家天下；隋末唐初的那场血战，最后成就了大唐盛世；明末清初的那场改朝换代，虽然血腥，却也让中国的版图第一次真正完整。阿南德是把中国放在这条长达2000多年的节奏线上看的，所以对他而言，2026年这场震荡再大，也不过是这条长河中的一道急流。过了急流，下游照样是广阔的水面，所以当外界把他的预言解读成中国要垮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跳出来纠正，这不是我说的，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在意的不是政治正确，而是占星学意义上的精准。在他的星盘里，中国2026年面临的是剧烈的结构性调整，是身体里的某些旧器官要被换掉的痛苦过程，但不是整个身体死亡。对这一点，他甚至引用了人体的比喻，说这就像一个人30多岁的时候会经历一次身体机能的重大转换，外表没有变化，但内部的代谢系统、免疫系统都在被重新校准，等过了这一关，他会比之前更强壮，也更难被击倒。这种比喻听起来很玄，但对应到现实，恰恰是中国这几年正在发生的事情。房地产的去杠杆，地方债务的整顿，民营经济的洗牌，科技产业的反垄断，金融体系的清理，每一条线都是在拆掉旧器官，每一条线都极其疼痛。可是放在10年的时间尺度上看，每一条线又都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成长腾出空间。从中国内部把镜头拉出来，是周边，在他点名的4个高风险地区里，菲律宾和北韩的位置恰恰把中国夹在了一个南北双线的压力场里。我们先看南边，菲律宾。阿南德对南海的判断这几年一直没有放松过。他在2024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就说过，2025年3月可能会有南海事件影响台湾。后来缅甸大地震，菲律宾海域的多起对峙，2025年3月的多场灰色冲突，部分验证了他的方向感。可是到了2026年，他把南海的危险级别又往上抬了一个档次。在最新的一支访谈里，他直接说，亚洲东部南海附近，包括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印尼，会发生一场短暂战争，各国卷入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请注意他的用词，短暂战争。这意味着它不会是2战式的全面战争，但会是一场高烈度、有真实伤亡、有军事力量直接投入的局部热战。短暂的意思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周，但足以重塑整个西太平洋的安全格局。为什么是南海？阿南德从占星角度给出的解释是，2025年到2026年之间，土星与月亮南北焦点之间的某种组合会强化与水有关的区域的冲突能量。南海地形特殊，水道密集，航道又是全球经济最敏感的神经之一，星象压力一旦落下来，地表上看到的就是船只对峙、海警冲突、潜舰骚扰，最后可能演变成一场小规模的海空交火。这场短暂战争一旦点燃，最直接的引信很可能在菲律宾。阿南德点名菲律宾并不是随口一说，从现实层面看，
这几年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第二托马斯礁等海域与中国的对峙频次明显上升，菲律宾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新增多个美军可使用的军事基地，并且和日本、澳洲、韩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安保网络。任何一艘船的擦撞，任何一次补给行动的失败，都有可能在某个敏感时间点被放大成导火索。再加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在南海各有自己的岛礁主张，整个南海是一张被无数线交织起来的网，只要其中一根线绷得太紧，整张网都会剧烈震荡。阿南德的星盘恰好提示，2026年就是这张网最容易崩断的一年。对台湾来说，这是一条非常需要认真听进去的提醒。阿南德并没有预言台湾会被入侵，他甚至在2024年访台的时候，公开表达过对台湾社会的喜爱，并说台湾的国家认同会一直存在。但他确实警告过，2028年到2032年是一段非常需要谨慎的时间。现在加上他2026年的这份预言，逻辑就很清楚了。2026年的南海短暂战争是一个压力测试，会把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真实底牌、真实意图、真实实力都翻出来。谁不堪一击，谁会主动切割，谁会选择站队，2026年都会给出答案。而这些答案会直接影响到2028年之后那场更大的赛局。对于台湾，最关键的不是要不要相信预言，而是有没有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能源库存、粮食储备、关键物资的多元化采购、网络基础设施的韧性、民防系统的更新，这些工作做得越扎实，2026年的压力就越只是压力，而不会变成伤害。再看北边，北韩。阿南德对北韩的判断在预言界里其实非常特殊。他说，北韩如果出事，影响不会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会波及整个自由世界。这是一句非常重的话。要知道，他通常很少用自由世界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能用上，说明他看到的讯号级别很高。具体会是什么？他没有完全说透，只给了一个轮廓，可能是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可能是核计划上的某种突发事件，也可能是边境上的极端摩擦。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会立刻把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5个大国同时拉进同一个剧本里，因为朝鲜半岛就是这5国利益最尖锐交叉的点。一旦这个点失火，火势会在几天之内烧到全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南德会把日本一同列入高风险清单。日本本身虽然不是动荡的源头，但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无论是南海火起来，还是朝鲜半岛出状况，日本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冲绳、九州、本州沿海的军事基地本身就是西太平洋安全网的关键节点。这几年，日本在防卫预算上的大幅增加，与美国、韩国的军事合作深化，与北约的接触频次上升，都在说明同一件事。日本自己也在为某个临近的风暴做准备。从占星角度看，日本所在的纬度与南海、朝鲜半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能量三角。这个三角在2026年会被重新激活，把南海、西北、东北、朝鲜半岛这4条线拼在一张地图上，你就会发现，阿南德口中的2026年中国是被4个方向同时施压的中国。他并没有说这4条线会在同一天爆炸，他甚至认为这4条线的爆发节奏会被星象拉开，分别落在3个关键时段。第一个时段，2026年4月下半月；第二个时段，2026年7月24日前后，大约包括前9天和后10天；第三个时段，2026年11月中旬。这3个时段为什么这么具体？阿南德在访谈里解释过，这是星象组合最紧张的窗口期，类似于压力锅的泄压口。任何一个本来就积压了能量的地区，在这几个窗口期都会更容易发生事件。这个说法看起来很玄，但如果你回看过去这几年，从2019年的瘟疫到2022年的俄乌战争，再到2025年的缅甸大地震，美以伊冲突都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他事先点名过的时段里。对于做风险管理、做投资决策、做重大行程安排的人来说，这几个时间点至少值得多看一眼。具体来看，4月下半月对应的星象主题是火星与罗喉的快速合相，
这个组合在历史上多次和恐怖事件、边境冲突、突发暴力事件相关。7月24日前后对应的是土星与某些特殊星座的连接，这个窗口更倾向于体制性、制度性的冲击，比如政变、金融震荡、重大政策变动。11月中旬则对应着罗喉与海王星的特殊角度。这个组合在预言史上经常和大规模欺骗、集体幻觉、突发疾病等主题绑在一起。值得补充的一点是，阿南德并不是孤立给出这3个窗口的。把他这套时间表和帕克、88万加、泰国 Play 师傅、俄罗斯预言家等人的时间表交叉对比，你会发现多人在2026年的同一个季度上做出了类似的标记。帕克在年初的影片里反复提到春末夏初的某段时间，他描述的场景是某个大国领导人健康出现问题，内部出现重大调整。88万加被翻出来的旧预言里也提到2026年某个夏天会发生改变人类历史的事件。普莱师傅的预测则更聚焦在火灾、地震、火山等天灾上，并把多个窗口集中在了上半年。当不同方法论、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者把箭头指向同一段时间，这种集体标记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说完危机，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点，看看阿南德口中那个更大的剧本。他在最近一次和印度 YouTuber 的对谈里，直接给出了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地图轮廓。对美国，他的判断是，未来20年里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但2033年之后，衰退会明显加速，美元会受到重大影响，全球货币体系也可能进入一段不稳定期。对欧洲，他说会出现内部碎片化的趋势，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反而会在这个过程中超越过去的传统强国。对俄罗斯，他用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词，战争会成为俄罗斯的繁荣催化剂，制裁不会打垮这个国家，反而会推动它在内部重组。2027年前后可能还会有一次领导层的调整。对印度，他自己的祖国，他的看法相对乐观，但也很冷静。印度的人均繁荣会急速上升，未来120年内会跻身超级大国行列，并在2050到2060年之间与中国形成短暂的双头格局。而对中国，他的判断是最完整的一条长线，从2026年到2033年是渡劫期。这段时间里，中国会经历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挑战，西北、东北、南海、内部结构全部都要过一遍。从2033年到2050年是黄金期，中国在全球经济、科技、制造业中的地位会逐步取代美国，成为新一轮全球秩序的核心节点之一。从2050年到2060年是双强期，中国会和印度共同主导亚洲世纪，2个古老文明在隔了1000年之后重新坐回全球赛局的主桌。把这条长线和历史对比，你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对应。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经历了近100年的下沉期，到1949年触底。从1949年到2019年是70年的恢复期，从一穷二白变成全球第2大经济体。如果阿南德的判断没有错，那么从2019年到2033年是中国的冲刺期。这段时间里会经历一系列极具戏剧性的考验，最后在2033年前后完成那个历史性的超越。从1840年到2033年，刚好是190多年，差不多就是2个完整的长周期。这个时间长度恰好和阿南德口中400年周期的一半吻合，也就是说，西方主导的世界用了大约200年完成了自己的高峰，东方文明也将用大约200年完成自己的回归。历史不是直线，而是一段段巨大的弧线。阿南德这次的预言恰好给这条弧线标出了下一个峰值。对于投资和财富，阿南德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方向，他坚定看好黄金。他说自己从2019年就建议客户持有黄金，这几年的金价走势已经部分验证了他的判断。他认为黄金至少会继续强势到2033年，期间2027年前后会有一个小修正，2033到2034年因为货币不稳，可能还会有一轮20%到25%的回调，但长期方向不变。在战争环境下，黄金、白银依然是最安全的避险资产。他甚至直白地说，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把一部分资产换成实物黄金，
那就请你回去看看2020年到现在的金价曲线，那条曲线本身就是答案。顺着这条线往下看，他对美元的态度则没那么乐观。他说2033年之后，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将会经历一轮明显下降，这不是因为美元本身被打败，而是因为全球贸易结构在悄悄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双边贸易开始绕过美元结算，越来越多的国家把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往上加，越来越多的新支付体系在亚洲、非洲、拉美悄悄上线。这些零碎的变化单独看每一条都不大，但在2033年前后会被某个事件集中引爆，那一刻全球财富会经历一次剧烈的重新定价。对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单一货币的储蓄思路风险越来越大，多元化、实物化、跨地区化会成为财富防御的核心逻辑。对于股票，阿南德的看法比较中性，他不认为全球股市会出现崩盘级别的回落，但也不认为股市会继续维持过去10年那种长期牛市的节奏。在他的框架里，2026年到2033年这段时间，股市会出现多次剧烈震荡，每一次震荡都对应着一次地缘事件或者政策事件。对于那些习惯于长期持有指数的投资者，他建议降低杠杆，提升现金与贵金属的比重。对于那些做主动操作的投资者，他建议特别关注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东南亚这些被他标为长期看多的区域。对于科技与人工智慧，他的态度比较复杂。他认为当前的 AI 浪潮是另一个400年周期的开端，这个技术会彻底重塑人类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甚至社会结构。可是在2026年，他看到了一个让人心惊的讯号，由于罗喉所代表的虚幻力量在那一年会失控，人类可能会迎来第一次严重的数字大重组，具体可能表现为失控的 AI 导致金融系统的某种混乱，或者人类对数字化生活产生集体性的心理反弹，比如大规模的离线运动、对云端的不信任、对中心化平台的反弹。他建议大家减少对云端与中心化系统的依赖，把重要的东西留一份在自己手里。这条建议听起来像是科技人的常识，可是放在他这套预言系统里是有更深含义的。他的吠陀占星理论有一个叫做业力法则的核心，认为一切系统的兴衰本质上都是集体业力的映射。云端、AI、社交平台这些看似中性的工具，其实也绑定了使用者的集体情绪、集体欲望、集体恐惧。一旦集体情绪进入一个极端波动期，技术系统就会出现反馈式的故障。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把 AI 危机和金融混乱放在一起谈，因为在他看来，二者的根都是同一块。从现实层面看，过去这2年 AI 在金融讯息生成、深度伪造、社交操弄等方面的应用已经初步显露出风险。假新闻流动的速度、假音档、假影片的逼真程度，已经让很多监管部门力不从心。如果2026年再叠加一场大规模的金融震荡， AI 很可能成为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问，如果2026年真的是这么一个危险的年份，那是不是意味着全是坏消息？其实不是。阿南德反复强调，2026年同时也是医学、数学、科学进步极好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可能会迎来令人惊喜的突破。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宽慰，但放在他整套理论里是逻辑自洽的。星象的压力会推动人类在某些方面下沉，但同时会在另一些方面上扬。下沉的是政治、安全、地缘这些表层的秩序，上扬的是科学、医疗、灵性这些深层的能力。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印证了这一点。最动荡的年代往往也是最伟大的发现年代。欧洲的黑死病之后，是文艺复兴，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战后科技黄金期。如果阿南德的判断没错，那2026年到2033年这段渡劫期，也很可能会在医疗、生物、能源、太空这些领域留下几个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突破。具体会是哪些方向，阿南德没有给出完整名单，但他暗示过几个重点。第一是脑科学，特别是和神经系统相关的退行性疾病，2026年到2030年会有重大进展。第二是基因编辑，会在2028年前后迎来商业化的爆发点。第三是清洁能源，
特别是核聚变相关的工程突破，可能会在2030年代初期取得实质性成果。第四是太空商业化，将从少数国家的特权变成多家公司同台竞争的常态。这些方向加在一起，会形成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基本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方向恰好也是中国这几年投入最大的赛道。如果他的判断正确，那么中国在2033年之后的崛起，本质上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崛起，而是科技与产业层面的整体迁移。我们再把眼光拉回到中国这条主线，如果你把阿南德的所有片段串在一起，会看到一个非常立体的画面。短期来看，中国要在2026年穿越4条压力线，西北、东北、南海、内部。中期来看，中国从2026年到2033年要完成一次脱胎换骨式的结构调整，痛苦但必要。长期来看，中国会在2033年之后接过全球第一的接力棒，并在2050年到2060年和印度共享亚洲世纪的舞台。这个画面和外界普遍流传的中国要崩溃的说法差别非常大。崩溃是一个瞬间性、毁灭性的词，而阿南德描述的是一个结构性、转化性的过程。前者意味着终点，后者意味着转折点。有意思的是，这次和阿南德同时把焦点放在中国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英国灵媒帕克在2026年的最新预言里，也用了一个让人非常震动的说法。他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即将诞生。请注意，是诞生，不是消失。诞生的意思是，旧的某些东西要先让位，新的某些东西才能长出来。这个说法和阿南德口中的结构性调整几乎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再加上美国基督徒守望者布兰登所看到的某些象征性意象，3位来自完全不同文化、完全不同方法体系的预言者，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把镜头同时对准中国。这种罕见的重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讯号。这种跨文化的同步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回想2019年下半年，阿南德的瘟疫预言，88万家生前留下的瘟疫年描述，部分基督徒守望者关于黑暗降临的意象，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被翻了出来。然后2020年初，新冠就席卷全球。回想2022年初，多位预言者不约而同提到欧洲将有大事，然后就是俄乌战争爆发。每一次跨文化的同步出现，似乎都对应着现实层面的某个历史性节点。如果这个规律继续有效，那么2026年的这次集中标记就不能简单的当作巧合来看，它至少在告诉我们，世界的某个底层结构正在进入一段需要被重新校准的时期。当然，预言永远只能作为参考。阿南德自己也说过，我不是神，我不可能100%准确。他过去也有过失准的记录，比如他曾经预测2020年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后来并没有发生。他也曾经预测2021年2月会出现经济崩盘级别的灾难，虽然全球股市那段时间确实大幅波动，但并没有崩盘。对于这些失准，他的解释很坦然，星盘上的危险讯号是真实存在的，但具体会以什么形式落地，要看人类自己的选择。如果集体选择了团结与谨慎，事件可能会以较轻的形式发生，甚至完全化解。如果集体选择了恐惧与对抗，事件就会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换句话说，预言不是锁死的剧本，而是一份压力测试报告，告诉你哪几个地方最可能裂开。这份压力测试报告对普通人有什么用？第一，地缘方面，如果你有商务、学业、旅行的计划涉及到中国西北、东北、朝鲜半岛周边、菲律宾、南海航线，那2026年的4月下半、7月下旬、11月中旬这3个时段，请务必多看几眼新闻，安排上留一些弹性。第二，财富方面，黄金、白银这类避险资产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现金过于集中在单一货币里，未来几年要更谨慎一些。第三，科技方面，重要资料留份，不要把全部鸡蛋放在云端。这个建议和最近几年的网络安全事件高度吻合，本来也是常识。第四，心理方面，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最关键的一条。阿南德反复强调心理韧性的重要。他说，恐怖主义、地缘冲突、极端事件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破坏力，
而是因为它们会在心理层面制造慢性恐慌，让整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理性判断。一旦你能保持冷静，事件本身的冲击力就会被大幅削弱。第5点，我认为阿南德没有特别强调，但其实同样重要，是社区韧性。一个社会在面对重大危机时，能不能撑住，往往不取决于政府，也不取决于顶层精英，而取决于最基层的社区网络。邻里之间有没有起码的信任？社区里有没有可以协作的志愿者？地方上的医院、学校、物流网络能不能在断网断电的情况下维持基本运转？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在大事来临时是决定性的。2020年的疫情已经给全世界上过一课，那些社区网络完整的地方，就算外部冲击再大，也能在短时间内重建秩序。那些社区网络早已被原子化的地方，外部冲击一来就立刻陷入混乱。如果2026年真的会像阿南德描述的那样，在全球多个地区同时制造压力，那么社区韧性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值钱。对于台湾的观众，我想多说2句。阿南德的预言里，台湾并没有被点名为高风险地区，他甚至几次表达过对台湾的善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恰恰相反，南海战云一旦升起，台湾是最容易被波及的位置之一。阿南德对台湾的建议很实在：团结，加强安全，避免过度恐慌。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空话，可是在他的预言系统里，每一个词都对应着具体的星象意义。团结对应的是减少内部消耗，加强安全对应的是补上系统的漏洞，避免过度恐慌对应的是不被外部资讯战牵着走。把这3条真的做到，2026年的所有压力对台湾就只是压力，而不会变成伤害。具体到生活层面，台湾家庭可以在2026年做几件实事。第一是家庭应急包的更新，至少包括3天份的饮水、干粮、药品、行动电源、现金、重要文件副本。第二是家里至少要有2条独立的通讯管道，网路断了还能用什么？手机没电了还能怎么联络家人？第三是了解最近的避难所，不是看一眼就算，而是真的走一遍路线。第4是家庭层面的资产配置，至少留一部分现金与贵金属在实体形式，不要全部放在金融账户里。这些事情听起来琐碎，可是任何一场大事件来临时，做与没做的差别会被放大100倍。最后，我们回到那个让所有观众最在意的问题：如果阿南德这次的判断是对的，中国真的不会倒，反而会在2033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一。那这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在他的描述里，这不是某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故事，而是整个全球秩序的一次大换轨。从17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的西方范式会逐渐让位给一个更多元、更东方、更靠近文明源头的范式。在这个新范式里，黄金重新成为硬通货，亚洲重新成为制造与创新的中心，印度与中国重新坐回主桌，非洲开始走进舞台中央。这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一个全新的循环的开端。对中国而言，这条路不是恩赐，而是必须用2026年那场渡劫换来的位置。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一次必须认真重新定位的机会。谁先看懂这个趋势，谁就能在新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趋势对美国意味着什么？阿南德并没有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失败者，他用的词是繁荣周期的自然回落。美国依然会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依然会在科技、文化、金融上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优势，但它将不再是那个唯一的中心。对欧洲而言，碎片化的趋势会让老牌强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弱化，反而是那些在地缘上靠近东移路线的国家，比如波兰，比如土耳其，会获得新的增长机会。对拉美和非洲而言，这是100年难得的弯道超车视窗，从食品安全到清洁能源，从大宗商品到制造业外移，每一个领域都可能诞生新的全球冠军。对中东而言，能源结构的转换会带来阵痛，但同时也会逼出真正的转型。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国家的多元化尝试，本质上就是在为这个转折期做准备。写到这里，我的手心其实是有点发凉的，倒不是因为阿南德的预言有多恐怖，而是因为这些讯号和现实世界里正在发生的种种迹象重合度高到让人不舒服。北京军方的人事地震，
南海的对峙频次，新疆与东北的安全部署变化，朝鲜半岛的微妙局势，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变化，黄金价格屡创新高， AI 在金融与讯息领域带来的冲击，每一条都像是星象压力在地表上留下的脚印。我们不必把预言当成宿命，但也不应该把它当成笑话。它更像是一份来自宇宙的提前通知，告诉你前方有一段非常弯的路，请系好安全带，握紧方向盘，慢一点开。2026年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7月那个窗口还没到，11月那个窗口也还没到。中国会不会真的在2033年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南海会不会真的迎来阿南德口中的短暂战争？西北和东北会不会真的出现他担心的那种事件？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我们熟悉的旧轨道滑向一个全新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被影响，每一个国家都会被重新洗牌，每一份财富都会被重新评估。阿南德这次罕见的改口，与其说是预言中国的命运，不如说是给整个世界发了一封邀请函，邀请每个人提前看一眼那个正在诞生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阿南德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他甚至坦诚自己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但他给出了几个关键词：多元、实物化、东移、去中心化、灵性回归。多元意味着不会再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霸权，实物化意味着虚拟资产的权重会被重新校准，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源会重新被珍视。东移意味着亚洲，特别是中国与印度，将重新做回全球赛局的中心。去中心化意味着大平台的时代会被小社群、小网络、小货币的时代逐渐取代。灵性回归意味着人类在物质之外会重新寻找意义感，寻找与宇宙对话的方式。把这5个关键词拼在一起，你大概就能看见阿南德心中那个从2033年开始的新世界轮廓。而中国正是这个新世界拼图里最关键的一块，它不会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以一个经历过大火淬炼之后的古老文明的姿态出现。在阿南德的吠陀理论里，每一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业力，中国这个文明的业力极为深厚，它在历史上反复经历过几乎灭顶的危机，每一次又都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这种韧性不是政治体制给的，也不是某一个领袖给的，而是这个文明本身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某种底层能量。2026年的所有压力，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本质上都是在测试这份能量还能不能承受新一轮的跃迁。如果能承受，那么从2033年开始的那个新世界第一，将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第一，更是文明意义上的回归。